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，今天我们来做丹麦吐司。先来和面，高筋面粉或者是没有漂白过的中筋面粉，水，这个是高糖的面团，叫我们的用量比平时多，鸡蛋、糖、盐和黄油，以后放黄油也可以。将我们都吸收到水之后呢，和面。这个面包的面团要比一般吐司面团硬一些，虽然它的名字也叫吐司，但是呢，你完全不用担心面包吃起来会干会硬，因为后面我们还要加入200克黄油。面团吸收黄油之后呢，面包内部会非常的柔软。从配方上你也能看得出来，它比普通吐司多了很多糖和油，所以它更甜更香，口味更加丰富。成团就好，盖上盖子，醒面20分钟。20分钟之后，把面团揉到光滑。烤盘里倒一点油，要扁一点，方便你下一步整形。盖上保鲜纸，直接放在冰箱冷藏隔夜，让面团彻底降温，并且停止发酵。第二天，先来准备黄油。黄油是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，取200克，4等份，放在烤盘纸上。擀平之后呢，把烤盘纸3个边折起来，成一个正方形，4个角擀出去。如果你的动作够快，黄油像这样子还没有融化，你就不需要放到冰箱。拿出面团，4个角擀出去，擀成正方形。比一下黄油的大小，会刚刚好。放上黄油，调整位置。4个角折起，把黄油包起来。压出空气之后封口。先用擀面杖从中间压出去，再擀长。来回翻面擀成长方形，折2下。这是3层黄油，压平。面筋这个时候比较紧，如果继续擀的话呢，就会回缩。放到冰箱里30分钟，放松面筋，为下一步做准备。同时呢，黄油也不会融化。30分钟之后，同样的方法擀长。先找到终点，折3下。这是4层，乘以前面的3层是12层。到这一步为止，它的配方做法和牛角包非常相似。它和牛角包最大的区别就是最后一步的整形。继续放入冰箱30分钟。最后整形之前，我们来准备烤盘。一般的吐司模具下面都会有洞，黄油会漏出来。用烤盘纸把吐司模包起来。保险起见呢，烤的时候呢，下面再放一个空烤盘，防止黄油漏到烤箱里。烤盘纸和空烤盘不仅仅可以防止漏油，还可以防止吐司底部过热烤焦的问题。30分钟之后来做最后一次折叠，继续擀长。但这次不需要太长，刚才1半的长度，折2折，最终的黄油层数是3乘4乘3， 36层，稍微擀长，大概是1个手的宽度。最终得到的是一个比较厚的面团，而且层次比较多，因为我们需要用它切面上的层次来做吐司的造型。切到两边3等分，切面上你可以清晰地看到面团的层次。
拿出一个粗条，继续3等分。然后呢，切面朝上，编辫子一样编起来。整理2头，翻过来，把刚才的边角料垫在下面。剩下的2个粗条操作方法完全一样。一个厚的面团切了薄片，可以最大化的展现出它的层次。450克吐司膜放2个，方形的小吐司膜放1个。面团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温度低，最后发酵的时间会比较长。室温需要6个小时，烤箱里放热水的发酵方法呢，需要2个半到3个小时，最后发到8、9分满的样子。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375华氏度或者190摄氏度。小吐司烤25分钟，大吐司烤35分钟。虽然最后发酵时间很长，但是面筋的力量依然非常强劲，面包在烤箱里长高了很多。烤到12分钟的时候呢，表面颜色已经到了，盖上锡箔纸。大吐司又烤了几分钟之后呢，盖的锡箔纸。面包烤好之后呢，你看到它的表面和侧面的层次都是非常的清晰，而且颜色金黄好看，底部也不会烤糊。这个时候呢，吐司的外皮是特别酥脆的。或者呢，等它放凉之后，装到塑料袋里，回油之后呢，外皮会变得柔软。第2天，面包切开，都会看到一些蜂窝的结构，毕竟它和牛角包面团非常相似。面包切面方方正正的，它也没有缩腰。把面包掰开，你会发现里面也是一丝一丝的，用手可以撕着吃。丹麦吐司结合了普通吐司内部的柔软和牛角包香甜丰富的味道，而它自己的独特之处呢，就是在外观上最大程度地利用了面团里面的层次。细细的品味，慢慢的享受面包带来的快乐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